欢迎回来。首先来关注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就任以来，虽然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对华政策，但对华强硬的姿态显现。美国两党参议员当地时间周三就恢复一项立法，以对抗所谓中国对美国企业审查与威胁的做法。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还扬言将制定一系列措施来对抗中国崛起。这些举动将如何影响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走向，备受关注。而拜登本人也在不断践行其加强联盟对抗中国的理念。当地时间周二，他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上任后的首次双边会晤，也频提中国话题。会晤采用视频形式进行，拜登与特鲁多讨论了两国共同目标，包括对抗新冠疫情、加强经济合作、应对气候危机、扩大军事合作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刚开口发言就迫不及待地惦记上了中国，把美加关系说成美中关系。So thank you again, Mr. Prime Minister, for your partnership and your enduring commitment to the U.S.-China U.S.-Canadian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China,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a very productive discussion. 视频会谈结束后，拜登对记者称，双方探讨了应对全球挑战的共同方法，这包括协调我们的方法，以便更好地与中国竞争，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价值观。实际上，自竞选以来，拜登就秉持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国的理念。上任后，拜登近期更通过一系列多边场合，不断对盟友强化这一信息。上周五，拜登分别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和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除了告诉盟友美国回来了，要修复受损的美欧关系，重新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还呼吁盟友共同对抗中国。不过，面对拜登的制华呼吁，欧盟方面反应冷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慕安会演讲时表示，欧洲应脱离美国，寻求战略自治，欧洲不能再过度依赖美国。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德国和美国的利益不会总是一致的。之后，他在G7峰会上又表示，为了重建世界经济体系，7国集团希望加强与20国集团的合作，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观察指，拜登此次与特鲁多的会晤高调对外传递两国将协调一致，共同应对中国挑战，在美欧关系貌合神离背景下，抱团取暖的意味十分浓厚。如果美国把这种所谓的这个多边的这种外交变成了拉帮结伙，由单挑改成打群架，我认为它仍然是一种变相的单边主义的这种行为。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周三召开会议，应对中国成为重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周二就预告，他已指示议员们制定一系列措施对抗中国崛起，并利用国会两党对华强硬立场的氛围来强化美国科技行业，打击所谓不公平竞争。具体来说，将起草一份新议案，寻求1000亿美元资金来刺激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作为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参议员们还考虑提供紧急资金，以实施包括去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半导体项目。舒默还计划对美国的制造业供应链进行投资，并打算在今年春天之前在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舒默声称，目前半导体制造业是我们国家经济和安全领域里一个危险的软肋，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不能依赖外国加工商，我们不能让中国在芯片生产方面超过我们，我们要在竞争中击败中国，并为美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援引专家指出，当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份额下降的同时，中国的份额正在增长。目前两国的份额大致相当，均在12%左右。观察指，美国政府频频对尖端产业出手的背后，是对中国崛起的不安。针对美方频繁找机会在科技等领域打压中国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此前曾表示，将科技政治化的做法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形象和信誉。意图呢，就是要保证美国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这个科技。等一系列的这个前沿科技领域，维持美国的这种主导地位、优势地位。所以，美国追求科技霸权的这个目标是不会改变的，不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
操弄所谓中国不公平竞争的还有美国财政部。周二在参议院财务委员会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美财政部副财长提名人阿德耶默除了鼓吹中国是我们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还妄称在中国不愿意在公平竞争环境中竞争的领域，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他们在国际体系中遵守规则。他补充称，与其他国家一起采取这样的行动，能更好地向中国表明，当他们违反规则时会被孤立。阿德耶默还声称，如果他的提名得到确认，将执行财长耶伦的指示，从上到下对美国的制裁政策进行审查评估。今年1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曾称，要对中国实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包括中国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情况，绝不能允许中国违反美国的制裁。耶伦还放言，华盛顿将与盟友更密切的合作，解决中国的不当行为。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正在对一系列中国项目进行审查的背景，是在野的共和党鹰派加大对其施压，要求他延续前总统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而拜登本人除了表示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外，还提到将实行更为平衡的多边性政策。我们要注意，拜登政府强调的是重返谈判桌，要做谈判桌旁的主人、领导者。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不要美国霸权了，而是要美国的制度霸权，要美国的机构霸权。也就是说，美国重返了要作为这个领导者。所谓的这个更加平衡的多边外交，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待世界的这个态度更加平衡了，或者更加客观了。针对中美下一阶段双边经贸关系，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周三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的贸易表现低迷，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却是在困境中逆势上行。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的双边贸易投资合作为各自经济恢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充分说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积极推动的力量，为双方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下阶段吧，我也期待着我们与美国的同事共同努力，按照两国元首的通话精神，加强沟通，增进了解，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重回合作的轨道。实际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兰厅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就曾表示，当前形势下，中美双方可由易到难，积极互动，积累善意。王毅还敦促美国做到3个放弃。我们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放弃对中国产品征收不合理关税，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实施各种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压，为两国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条件。特朗普对华进行关税战，实际上不仅没有达成他的既定政策目标，比方说推动制造业回流，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再比方说，去年的总体的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是不降反升，实际上达到了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最高点。用这个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竞选时的话说，是明确的可以说是失败的一个政策。他调整这个对华加征关税的政策，应当是一个迟早的事。在美加领导人的云会晤上，拜登还声称要帮助加拿大向中方施压，释放因实施间谍犯罪在中国被捕的2个迈克尔。中方对此严正驳斥，中国司法主权不容干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加拿大议会涉疆种族灭绝动议，竟然是由华裔议员庄文浩推动的。这个人为求个人知名度，反华牌一把抓，毒化中加关系。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加总理特鲁多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透露，协调行动以便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并反击对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威胁，成为他与拜登会谈的重点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去年美国大选投票后不到1周，特鲁多就给拜登打电话，要求美国在2个迈克尔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所谓的2个迈克尔，指的是因间谍罪被中方逮捕，目前正进入司法程序的康明凯和迈克尔2个加拿大人。周二，拜登当面向特鲁多拍胸脯 Human beings are not bartering chips. You know, we're going to work together
until we get their safe retur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and together against abuse of universal rights and democratic freedoms. 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事作出回应。中方也多次就有关加拿大公民的个案阐明立场。康明凯·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已被提起公诉。中国的司法主权不容干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超越对深圳卫视表示，特鲁多找拜登帮忙，想拉美国的虎皮来挑战中国的司法主权，是打错了算盘。两个迈克尔问题全因加拿大自我阉割外交独立性，过分追随特朗普政府的反华政策而起。加拿大作为美国的一个盟友，也希望能通过打自己的小算盘，来获得一种这个存在感，同时呢，也可能是也是渴求在这种就是比如说孟晚舟案以及这个康明凯间谍案类似的这种问题上呢，搭一搭美国反华的便车，来分得一杯这个羹，从而呢置整个中加双边的关系的这个友好大局于不顾，实际上是对中加关系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样一种损害，这个责任是完全是在加方这一边的。2年以来，两个迈克尔已经成为特鲁多政府最大的政治负资产。特鲁多甚至要求特朗普政府，假如不解决两个迈克尔问题，就不要和中国签署第1阶段经贸协议。特朗普则斥责特鲁多是人格分裂的两面派。分析指出，美方对加拿大的态度是用完即弃。现在加拿大深陷泥潭不可自拔，美国绝对不可能真心出手相助。特鲁多的两面派近日在涉疆问题上体现尤为明显。上周的 G7 峰会上，特鲁多呼吁 G7 国家联合起来就涉疆问题向中国施压。但本周一，加拿大众议院投票通过涉疆的种族灭绝动议时，特鲁多本人却不敢到现场投票。他只是外长加诺代表加拿大政府投弃权票，也没有对执政党的议员投票做出约束。最终，加拿大众议院通过了这则被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认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种族灭绝动议。分析指出，特鲁多在涉疆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投机心态，显示他本人无意为缓和对华关系付出行动。但他的失职不仅将助推加拿大舆论的反华氛围，鼓励了加拿大议会中激进反华的人，还向国际社会输出了加拿大带头反华的形象。但国际上除了特朗普政府的蓬佩奥和加拿大议会，再也没有任何国家官方支持所谓的种族灭绝谎言。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加拿大国会反对派的议员他们所推出来的一个哗众取宠的这种闹剧而已。为什么呢？加拿大他提出来只是呼应前美国国务卿在下台前一天他所提出来的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基本上他就是下台了，他拍拍屁股在那边随便说这是种族灭绝。对于加拿大的政府执政党来讲，他们不能随便去跟随着反对党去这个随歌起舞。深圳卫视注意到，提出这一谎言动议的是加拿大保守党负责外交政策发言的下议院议员庄文浩。现年50岁的庄文浩是荷兰裔和华裔混血，他在2016年曾竞选保守党党魁失败，期间以华裔背景作为选举资本。他自己总结失败原因时表示，是因为自己知名度不高，因此迫切需要提高知名度。反华牌成为庄文浩提高个人知名度的政治工具，一切反华的议题，庄文浩都试图掺和进去。两个迈克尔事件发生后，庄文浩给中国驻加大使丛培武致公开信。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庄文浩又蹭热度，妄称中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去年10月，庄文浩还以保守党影子外交部长的身份，与台当局在加拿大的联络机构负责人陈文仪通电话，声称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并称新冠病毒是中共病毒。在美国推动美日印澳4国机制成为亚洲小北约的时候，庄文浩又声称要力促加拿大加入4国机制。此外，庄文浩还猛烈抨击加拿大华人在中国国庆节举行升旗仪式的传统，并要求加拿大政府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你现在随便为了一个莫须有的这种帽子，你就要去抵制，那你是不是把自己国际奥会的这种精神完全的摧毁掉？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不可能成功。
加拿大媒体报道称，在周一的种族灭绝动议表决后，庄文浩在一场记者会上还扬言，要进一步推动加拿大政府联合盟友制裁中国的相关人员，并禁止相关中国商品的进口，要让中国承受后果。加拿大媒体注意到，与庄文浩一起开记者会的还有一个叫做图尔森的女人。后者自称是来自新疆的种族灭绝受害人，但实际上媒体早就揭露了图尔森的真实身份。他从未被乌鲁木齐警方关押收监，也从未在教培中心待过，其自述的狱中亲历纯属谎言。图尔森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以便他本人及子女入籍美国。加拿大国家邮报周二发表专栏文章称，庄文浩及反对党将种族灭绝动议视为政治颠覆的壮举，好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魅力。但此举无疑将使加拿大政府在国际上陷入难堪的境地，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政府并未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扣上这样的大帽子，不仅损害了种族灭绝法律定义的严肃性，也令中加关系继续下坠。台湾时事评论员金荣勇认为，美国现在号召力大不如前，加拿大却深陷特朗普主义搞激进反华，其他大部分盟国则正在围观其得失。美国那种为所欲为，这个让其他的国家都感受到非常大的这种反感跟压力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这个国际的影响力跟国际的力量基本上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现在打人权牌，似乎它也有一点两面不讨好的状况。周三，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尤文泽指出，加拿大众议院通过涉疆错误动议严重歪曲事实，肆意攻击中国的新疆政策，充分暴露了加拿大一些政客破坏新疆发展稳定、干涉中国内政的伪善面孔和险恶用心。我们敦促这些人充分认清有关动议的严重危害性，立即停止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做法，以免进一步毒害中加关系气氛，给两国关系造成新的损害。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扬言要通过系列立法行动来应对所谓中国经济挑战，而副财长提名人阿德耶默也声称正与盟友合作施压中国遵守国际规则。那么您对此如何分析呢？拜登政府上台1月有余，对外政策的轮廓呢也逐渐显现出来。其核心理念就是所谓的美国回归，就是要回到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框架之中，编织以美国为主导的同盟网络，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与盟友携手应对挑战。在美方看来，他们的最核心的挑战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与特朗普政府相比呢，拜登政府极大地调整了与盟国的关系。这其中的意图不外乎有2点：一是呢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建西方的阵营；另外呢，就是在美国优先应对国内挑战和问题的时候呢，需要盟国出钱出力，避免美国单打独斗。与特朗普政府并无差别的是，拜登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在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之下，与中国展开全面的竞争。特朗普政府关注的焦点呢是贸易失衡，而采取的措施呢就是所谓的对等贸易。而拜登对华政策实质是有所升级的，就是对等规则。拜登上台之后呢，对华政策并没有大的调整，无论是五角大楼、财政部还是国务院都在进行所谓的政策评估。政策评估呢，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会推翻特朗普对华政策。我个人认为呢，会从特朗普的全领域的对华对抗转向更加灵巧的脱钩和竞争。所谓的政策评估，核心的目标呢，就是选择在哪些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在不关乎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领域呢，有可能进行缓和和合作。但是经济议题的安全化这一趋势呢，已经不可逆转，尤其是财政部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财长耶伦在政策评估期间呢，也没有撤销对华加征的关税。耶伦关注的是要提高美国的竞争力，以及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领导地位，使美国的企业呢免于国内外的威胁。这一做法其实也反映了华盛顿朝野的情绪。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就要求议员们推进立法，应对中国崛起，利用华盛顿两党对华强硬的立场和氛围，强化美国科技企业的竞争力。
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可以用小院高墙来形容，也就是说，选择核心的领域进行更加严厉的所谓的规制和制裁，防止中国的追赶或者是超越。美国现任的经济官员呢，就建议重开冷战期间的美欧日三边委员会，以应对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挑战。可以看到对华经济竞争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战略问题。在这一点上，拜登与特朗普并无二致啊。加拿大众院通过所谓涉疆动议的闹剧仍在持续，动议始作俑者的内幕也被媒体曝光。今天，全国人大外事委发言人也做出严正回应。您对此如何看呢？加拿大立法机构通过的这一所谓种族灭绝的动议呢，完全是污蔑和泼脏水。当然，这一动议呢没有约束力，对中方的伤害性不大，但是自我侮辱性极强。加拿大内阁多数成员缺席，外长呢投出了弃权票，并且声言说是代表内阁投出的弃权票。原因就在于加拿大立法机构的表演也是太过头了，连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都难以接受。种族灭绝这一概念是有严格规定的，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这一概念扣到新疆的头上之后呢，加拿大的一些国会议员似乎是捡到了宝贝，一再用种族灭绝来炒作新疆。中国的外交部以及驻外使领馆已经多次强调，新疆问题的实质是反对暴恐的问题，并不存在所谓的种族灭绝、强制劳动的问题。为什么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热衷疯狂炒作呢？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加关系因为加拿大以莫须有的理由扣押了孟晚舟，而使双边关系跌入了低谷。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特鲁多与拜登的首次会晤也谈到了中加关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拜登上台之后集结盟国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而拜登政府也是猛打人权这张牌，以民主人权来团结盟友，这就需要制造共同的对手。在此过程中呢，中国就成了美国团结西方的一个理由。加拿大、英国一些政客呢，恶意炒作新疆人权问题，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人权问题与经济问题绑定，阻挠中欧投资协定。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炒作在西方媒体引发了不少的讨论。中国国务院兼外长王毅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批驳了这些毫无根据的攻击，也表示欢迎联合国人权高专访问新疆，以事实来戳破关于新疆的谎言，赢得这场舆论和人心之战。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尽管印度高举本土制造大旗，还在去年蓄意挑起中印边境冲突，对中企下黑手等等，但最新贸易数据却显示，中印2020年双边贸易额为777亿美元，这让中国取代美国，重新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印的这份贸易成绩单说明了什么问题？来看报道。据印度商工部的初步数据显示，中印2020年的双边贸易额777亿美元，尽管低于前一年的855亿美元，但仍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而同期美印的贸易额降低至759亿美元。2019年，美国从中国手中夺过印度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引发印国内舆论骚动，以为从此迎来一个可以与中国脱钩的良好开局。但疫情期间，中国重新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显示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以及中印产业间紧密的分工，对印度来说仍然至关重要。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向印度几乎出口了所有章类中的所有商品，从农产品、工业用原料、机械设备、工业制成品以及生活日用应有尽有。这个中印之间的经贸的这个数据我想说明了中印之间的这个关系有很强的这个经济的基础就尽管这个莫迪政府在2020年一整年因为边境问题以及其他的地缘政治的这个博弈的因素这个采取对华脱钩的这个政策，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对中印之间的经贸这个合作呢，没有产生特别大的这个影响。1990年，中印恢复双边贸易之初，双边贸易额只有26亿美元。之后的30年间，双边贸易额突飞猛进，并在2019年创造了迄今最高值928亿美元。
但常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的印度，在2014年推出了所谓“印度制造”的国家战略，但成效不佳，制造业在 GDP 中的权重不升反降。去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促使印度政府和产业界加速同中国脱钩。5月还推出了所谓“印度自力更生”运动，提高中国商品关税，限制中国投资，甚至采取多种非贸易壁垒来限制中国。印度政府试图多管齐下，尽力封堵与中国产业链条的对接。但彭博社指出，印度仍然依赖中国制造的重型机械、电信设备和家用电器，因此2020年印度自中国的贸易逆差接近400亿美元，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数据显示，印度2020年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为587亿美元，超过其从第2、第3大贸易伙伴美国和阿联酋的进口总和，而对重型机械的进口占了印度从中国进口总额的51%。中印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啊，实际上这个在10年前就已经产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印度的战略界人士啊，认为对中国的这个贸易依赖程度太高。印度政府呢，实际上也在给中国施压要求呢这个中国能减少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印度本身的这个环境，就是它国内的这个投资环境啊、贸易环境啊等等，都使这个中印的这个经贸逆差呢，这个改善的这个空间不大啊。所以，即便印度有心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呢，但是我想还是有心无力啊。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家阿米腾杜·帕利特直言，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持续依赖，是因为印度国内缺乏这些商品的供应。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价格便宜、数量充足，可以迅速获得；从其他来源进口的货物不像中国那样划算和便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前印度研究员安南斯·克里希南也表示，抵制运动无法真正解决印度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值得注意的是，据路透社周2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随着中印两国在争议边界地区的军事对峙形势缓解，印度预计将批准45项来自中国的投资提议，其中可能包括长城汽车和上汽集团的投资提案。有分析指，这是印度向中国发出了信号，希望在经贸上缓和关系。尽管中国再度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777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总额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排名并不靠前。根据国家海关总署今年1月的数据，2020年我国前5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其中与排名第5的韩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97万亿元，约合3000亿美元。这显示，对于人口总和近30亿的中印两国来说，双边贸易仍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也将推动两国更多的经贸合作。印度是今年金砖峰会的轮值主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表示，中方高度重视金砖合作机制，始终致力于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巩固金砖团结合作的积极势头。中方支持印方主办今年的金砖国家会议，愿同印方及其他的金砖国家一道，继续加强各领域的沟通合作。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别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国再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经贸将成为中印关系的压舱石呢？主持人好。尽管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关系紧张，但是印度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呢在2020年超越美国，再次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国际社会呢因此有一种说法，说呢这个中印边界冲突无碍贸易热络。其实呀，这个边境纠纷呢，还是对经贸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边界冲突，特别是去年首次出现枪声以后，引发了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200多款手机软件，包括 TikTok、微信等等，在印度呢是被迫下架，影响了中印经贸交往。印度呢还修改了这个外商直接投资法，要求中国企业呢进入印度要事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审批。拖延了时间。那么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也是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有关系。印度的莫迪政府呢，有明显的配合以美国印太战略的倾向。但即便呢，这个印度政府有减少对中国产品依赖的愿望，他们呢仍然是不得不进口中国生产的这个重工机械、电信设备和家电设备，因为呢，印度国内市场稀缺这些产品，而且呢，中国产品与其他来源国相比
是又省钱又容易拿到货。2020年呢，印度从中国进口的这个商品总额呀，达到了这个587亿美元，那么超过了从第2和第3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和阿联酋这2个国家呢进口商品价值的总和。当然呢，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呢也下降了19.39%，这就意味着呢，经贸呢还不是这个中印关系的压舱石，只不过呢，印度是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呢也不会关停这个中国的200多款手机应用软件。新冠疫情呢，也使得印度的其他这个进口国呀不能够及时的供货，这呢也是中国产品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我们呢应当清楚呀，从2008年，中国呢就成了印度的第1大贸易伙伴；2019年呢，美国成了印度第1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印度的第1大贸易伙伴呢，这不奇怪。值得关注的呢，倒是美国呢也曾经成为印度的第1大贸易伙伴。那么这呢是事关贸易公平的原则。今后呢，这个中印关系可能会缓和，进而呢推动经贸合作。那么希望呢，将来啊，这个经贸能够成为中印关系的压舱石。那么您认为中印关系今后会缓和吗？如何看待这一轮中印军队边境后撤脱离接触呢？今年中印边界对峙时间呢是够长，两军呢在凛冬的严寒之中都在高原上集结，没有像往常一样呢一到冬季就后撤，这就说明呢对峙烈度在增加。但是呢，即便如此，现在啊两军呢还是完成了这个班公湖地区的撤军，那么传出了明显的这个双方呢和解的信号。印度方面呢也表达了一定的善意，比如说呢开始松动实行了近9个月的对中国直接投资的限制。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是与中印关系密切联系的第三方美国。今年1月份呢解密的这个美国印太战略文件就显示呀，美国呢想把印度呢作为抗衡中国影响力的主要盟友，帮助印度崛起，从而呢来遏制中国，要求印度呢保持在边界对付中国挑衅的能力。那么在拜登上台以后呢，改变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多边合作主张，并且期待呢增加处理中美关系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呢是缓和中美关系的比较委婉的说法。中美关系呢能够适度的缓和，那么中印关系呢也可以这个调理一下的。于是呢，这个中印关系呢也发生了一些这个微妙的变化。所以我认为呢，中印关系今后呀可能会缓和一些，因为紧张和对峙呢对谁都不利。况且呢，在疫情防控、气候变暖等国际性事务上呢，这个各国呀唯有合作才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呢，这个中印边界争端就消停了，不排除呀有进一步的对峙和紧张。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全球加紧采购接种新冠疫苗之际，台湾地区却仍是零接种。民进党当局政客恶意抹黑大陆，阻挠台湾采购。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牛年首场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大陆为向台湾地区提供疫苗已做了很多努力，当前岛内能不能使用大陆疫苗，障碍症结都不在大陆。未来两岸疫苗合作是否存在可能？大陆会不会向台湾地区提供疫苗？深圳卫视驻京记者朱恩娣现场观察。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超1年，累计夺走超248万人的生命。而在感染与病亡人数最多的美国，已有超过50万人因病毒失去生命。当地时间周2晚，美国国会议员就在国会大厦外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因新冠丧生的美国人。而与此同时，富国囤积疫苗，穷国无疫苗可打的疫苗鸿沟，正成为全人类抗击疫情途中面临的新挑战。陈茂波表示，今年香港的财政预算案重点在稳经济、纾民困，透过逾1200亿元的逆周期措施，缓解经济下行及疫情打击带来的痛感与压力，发挥资源运用的杠杆效应，尽力让市民、打工者和企业受惠。他强调，要抓紧未来发展的大方向与新趋势，策略性的在关键环节加强政策引导、措施配合及资源投放，让香港的产业发展更丰富、多元和互动，并增添新动能。同时，要尽快将民生、社会经济从疫情影响中拉出来。
當務之急係壓止疫情，全速推進疫苗接種計劃，讓市民嘅生活同埋工商百業早日回復正軌，並且盡快安全咁恢復同內地同國際間嘅相互通環。我會一如以往，為抗疫工作全面配備所需嘅資源。受疫情影响，特区政府去年为防疫抗疫基金注资3000亿元，整体开支达8204亿元，较原来多了1成。财政赤字为2576亿元，财政储备减至9027亿元，相当于13个月的政府开支。香港喺過去2年幾經波折，國際政治張力損害咗出口同埋市場氣氛，暴力衝擊危害咗社會嘅穩定同埋安全。疫情讓整個社會同埋經濟承受多一重嘅壓力。去年本港經濟負增長6.1%，最新失業率升到7%。特區政府合共投入咗近3000億元提供支援，希望能夠發揮穩經濟紓民困嘅作用。然而呢個亦都令到財政赤字升到歷史最高。面对庞大的财政赤字，预算案建议增加股票印花税，帮补政府收入，由现在买卖双方按交易金额各付0.1%，提高到0.13%。而作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利得税及薪俸税税率，陈茂波表示，目前还不适宜做出调整，后续会持续审视。特区政府也会从自身做起，通过节流加强公共财政纪律，所有部门均要认真检视、调整优次和提高效率。受增加股票印花税影响，恒生指数当天跌幅近3%。但有专家表示，股票印花税对于香港经济长期发展并无太大影响。诺亚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夏春受访时强调，相比杀伤力更大的资本利得税、豪车交易税、房地产利得税，0.13%的印花税其实是力度最小的。陈茂波对此表示，当天碰巧港股有调整，可能有人将两者关联起来，但区内其他市场同样有调整，认为股市总会有波动，会留意上调印花税后对库房贡献及股市影响。他表示，稍后审议条例时会再听取意见。陈茂波也强调，虽然外围环境充满挑战，但去年香港股市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1295亿元，较前年上升49%。同期的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額達3975億元，較前年上升27%，其中內地企業的集資額佔超過9成。個股票市場嘅發展係咪蓬勃，有冇競爭力呢？成本當然係一個考慮啦。咁喺呢個調整裏面呢，我哋都考慮咗個競爭力嗰個問題。